斗破苍穹163集预告解析，蛮荒古域开启的同时，萧炎也终于将金刚琉璃身修炼至大成。有这般恐怖的天阶防御斗技加身，侥幸哥在蛮荒古域定可畅通无阻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刚进入古域没多久，就听闻相识一场，被天明宗所围攻。萧炎二话不说，立刻化作金色迪迦前去救场。书接上集，被净莲妖圣的残魂附体之后，侥幸哥也没什么办法，赶也赶不出去，灭也灭不掉，干脆直接当他不存在，修炼金刚琉璃身去了。想要夺取菩提心，这一防御斗技是极为重要的一环。萧炎能否在3年内突破斗圣，收服净莲妖火，全靠蛮荒古域这一哆嗦了。若是夺取菩提心失败的话，那萧炎也就和净莲妖火无望了。所以我侥幸哥马不停蹄地开始修炼金刚琉璃身，此乃琉璃圣者所造的天阶低级斗技，能够让斗气以奇特的方式融入骨骼、血肉和皮膜。这般融合需要极强的身体素质，还好我侥幸哥算是大半个体修，斗王之前没少用天才地宝锻炼身体，也算是满足这一需求了。说干就干，萧炎立刻开始修炼金刚琉璃身。没过多久，萧炎的身体就膨胀了2倍，可随着金光的暗淡，萧炎身体再次缩回原样。紧随其后的便是疯狂吐血，这个斗技着实疯狂。若是体质稍差一些的修士修炼这一玩意儿，恐怕将会当场暴毙。想要将金刚琉璃身修炼至大成，必须要将自己的身体反复的膨胀，直到能够适应这种剧痛，膨胀到7丈高，这才算是修炼到大成之境。时间快速流逝，一眨眼便是7日已过。此时中州的东北天空突然散发出剧烈波动，一股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正是那传说中的菩提古树出世了。而另一边的星陨阁也突然开始地动山摇，一个巨大的金色巨人出现在了后山之上。即便是8、9星斗尊巅峰的强者，也是被这金色巨人的气息惊骇到不敢动弹。在所有人惊愕的眼神中，金色巨人大笑了一阵子，瞬间化作了一个消瘦的身影。此人正是萧炎。现在的他施展此术已经不会吐血，最多就是咳嗽几下，说不疼是假的，但能因此在蛮荒古域中多个底牌，这些日子的苦修倒也算是值得的。可惜的是未曾修炼到巅峰，巅峰的9丈9尺可谓是最强防御了。殊不知，若是寻常体修修炼到此斗技，想要大成也得数年时间，而萧炎也不过用了半个月而已。药老也是随着动静赶了过来，告知萧炎菩提古树已经出世，很多势力甚至是远古种族都开始往蛮荒古域方向动身。萧炎听后也是不再停留，立刻带着彩铃、小医仙、青林以及一位斗尊巅峰的星陨阁长老出发。本来想带着天火尊者玩的，但是回了趟加玛帝国之后，天火尊者好像突然觉醒了些什么，回到星陨阁就开始闭关修炼，所以只能让中州 F4 4.0 版本出发了。虽然队伍人数不多，但打个小小的蛮荒古域副本还是够用的。萧炎等人为了赶路，将速度提升到了极致，穿梭了数个虫洞，耗费了1周左右的时间，终于达到了蛮荒镇，这是最接近蛮荒古域的人类城市。萧炎等人之所以来到这里，是为了收集情报，结果不打听还好，一打听，即便是我侥幸哥都一脸难看，因为在此之前去蛮荒古域的人基本全都领了盒饭了，里面基本都是斗尊级别的强者，由此可见这鬼地方到底有多邪门。但萧炎绝不会因此停止脚步，次日将会有新的一批强者组队进入蛮荒古域，萧炎决定跟在他们后边见机行事。只不过侥幸哥没想到，刚进入不久后就遇到了自己的心上人。次日萧炎跟在了人群之后，这里足足有数千位修士，其中不乏有着斗尊巅峰的强者。即便是萧炎见到这一场面，也是忍不住摇头惊叹。可这些家伙已经被宝物冲昏了头脑，竟然毫不顾忌的在蛮荒古域横冲直撞，这样绝对会出大事儿。萧炎决定原地等半个小时，等这帮大傻子离开之后，再紧跟其后捡漏。没过多久，萧炎等人就开始继续前行。令他诧异的是，此地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要知道这地方可是所谓的人类禁地，如此安静必有蹊跷。萧炎一众立刻警惕了起来，随着诸多强者的深入，毒瘴也是悄然升起。没过多久，许多斗尊强者就开始突然暴毙，吓得小医仙急忙从百宝袋中掏出避毒丹。可走着走着，小医仙发现了不对劲，毕竟他可是先天恶难毒体，对毒属性的感知是极其敏锐的。此时的他发现这毒瘴根本就没有毒属性，当即就抓了一把毒气仔细探查。下一刻，小医仙浑身鸡皮疙瘩起来了，因为这些毒瘴都是极其微小的虫子组成的，这可要比远古遗迹的虫子膈应多了。吓得萧炎立刻运转异火焚烧自己，体内瞬间充满了密密麻麻的虫子叫声。没过多久，便将体内的所有虫子
子焚烧殆尽，还顺便用异火将其他人烧了烧，太吓人了！这地方光是这一毒瘴就能将80%的人留在这里。不过光凭这样就想让我侥幸哥止步数是不可能，菩提心他可势在必得。好在有异火的保护之下，消炎一咒没过多久便安全地走出了毒瘴，紧接着映入眼帘的便是100丈庞大的天剑，延绵无尽的山脉宛如一条条巨大的古龙。萧炎也没有蒙着头硬闯，他利用之前的菩提化体弦炼制成的菩提子感知古树的位置，随后便朝着西北的方向出发。这一路上没少受到各种凶兽的袭击，其中不乏有着7阶的高等魔兽，所以萧炎一众的消耗还是不少的。在原地休息的同时，萧炎让青城长老前去侦探情报，周围的势力开始逐渐增多，他们需要知晓各路的情报。没过多久，青城长老就回到了队伍，表示前方没有什么危险的地方，反倒是遇到了天明宗之人在围剿其他势力。萧炎听到后决定再休息一会儿，毕竟狗咬狗一嘴毛，先让他们互相争斗吧。坐下的同时，随口问了句天明宗在围剿什么势力，结果青城长老的回答瞬间让萧炎炸毛了，因为天明宗围剿的正是花宗之人。还没等小医仙等人反应过来，萧炎就化作7丈高的金色巨人飞向了远处，感动我的相识一场，天明宗你就等死吧。